1976年1月，周总理因病去世，他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。当天，许多重要人物都来到了追悼会现场，无数的百姓更是自发前来为周总理送行。然而，这场追悼会上，周总理生前最重要的革命战友毛主席却并没有出现。于是人们猜测纷纷，毛主席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？作为一生的战友和知己，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毛主席当然想要去送一送周总理。他之所以没有去，也是出于无奈。进入60年代，周总理的身体状况便一直很糟糕。1967年，他便被诊断出有心脏方面的疾病。当时医生还反复劝告周总理一定要停下手中的工作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可对周总理来说，国事为重，中央的运转根本离不开他，所以休养的事情便一拖再拖。到了1972年，更糟的事情发生了。在连续几个昼夜的工作之后，周总理忽然感到身体强烈的不适，心脏抽痛，险些昏死过去。工作人员赶忙把周总理送到医院，而医生拿出的诊断结果让大家的内心更是平添了一层阴霾。因为医生发现周总理极有可能患有膀胱癌。出于谨慎，医院又给周总理安排了一次会诊，而会诊的结果则进一步确定癌细胞已经有扩散的迹象。另外，周总理此前的心脏问题也加重了很多，这次周总理突然发病也是因为心绞痛。总之，种种因素都表明周总理的身体已经难以再支撑超负荷的工作了。工作人员立刻把这一消息上报给了毛主席，请他拿主意。一向冷静的毛主席看到周总理的病情报告，也变得十分焦急，赶紧叫来了医生询问。只是周总理的病情实在不容乐观，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医生也没有将癌症治愈的把握，很可能需要进行几次大手术。听医生这么说，毛主席又忙问手术有多少把握。这个问题却让医生更加为难。原来周总理这癌症发现的时机太晚，加上周总理一向放不下工作，所以更加耽误病情的治疗。因此即便手术也不能说有十足的把握。最坏的结果是手术不成功，直接危及到周总理的性命。这让毛主席更加着急了，他亲自给周总理下了指示，写的是应当休息节劳，不可大意。同时他告诉医生，对于手术一定要谨慎，过去也有几位老干部就是死在了手术台上。事关周总理，毛主席的态度就更加小心。也幸亏有毛主席的劝说，周总理在1973年的3月终于决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和妻子一起前往玉泉山休养。在临别之前，周总理还特意询问了毛主席的身体状况。原来当时毛主席正在和病魔做斗争，他患有严重的肺炎和失眠症，自从上了年纪，有时候整夜都睡不着觉，还有的时候会陷入昏迷。一旦工作劳累就头痛欲裂，精神也变得非常脆弱，突然的一声响动都有可能让主席陷入心悸。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是周总理最牵挂的，在周总理心里，毛主席的健康远比自己的身体健康要重要。所以1972年初，已经病得非常严重的周总理还是特意抽时间来到了中南海。警卫员回忆，当时毛主席看到周总理来了，变得非常高兴。他问周总理的一句话就是恩来，你的病好了吗？这样的场景警卫员一生难忘。其实当时2位老人家都已经病得很重了，可他们还是牵挂着对方。周总理去休养之后，毛主席也是常常找人打听周总理恢复的如何。只可惜天不遂人愿，癌细胞的扩散还是导致周总理的健康一天天恶化下去，到最后只剩下做手术这一条路了。这让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很沉重，更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个消息告诉毛主席。毛主席本来就深受病痛折磨，还能承受得了打击吗？可是尽管大家都有意的不让主席操心，毛主席自己也能隐隐约约猜到。有一天，他忽然把外交部的王海荣和唐文生都找了过来。王海荣还以为毛主席是要问关于外交部的事情，没想到他们一坐下，毛主席就问他们总理情况怎么样。原来毛主席预料到周总理可能要手术了。听了毛主席这话，2人也不敢耽搁，赶忙又打了电话去问总理办公室以及医院的相关人员，随后又一五一十地将总理的身体状况报告给了毛主席。后来大家得知，为了了解总理的身体状况，毛主席连会见外宾的时间都特意延后了。对于自己要做手术这件事情，周总理是有心理准备的。医生回忆，周总理表现得非常坚强，从化疗到做手术，这样的经历非常痛苦。可是周总理从来不喊一声疼，有时候还会反过来宽慰医生们。
也许就是因为周总理意志顽强，所以即便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癌细胞，也并没有立刻将周总理打败。而且即便生了重病，周总理还是没有放下工作，依旧在筹备各类大小会议，偶尔身体好了还是会出去接见外宾。对于这些事情，很多人来劝，可总是劝不住，而且许多场合没有周总理的确不行。例如周总理病重之后的人大会议，按照惯例还是周总理上台讲话，周总理也反复地跟毛主席表示自己能够坚持住。周总理如此表示，毛主席也就没有再反对。不过他还是找到负责起草稿件的王海荣，细心地叮嘱他，稿子一定不要太长，总理站不了那么久。毛主席对于周总理的关心具体到每一个细节。周总理病了不久，有人给毛主席送了个坐垫，因为当时毛主席身患重病，躺得久了难免会生褥疮，那种垫子中间有孔，类似于更松软的泳圈，褥疮患者坐起来会舒服一些。毛主席拿到坐垫之后，自己不急着用，而是叫来秘书让他给周总理送去，因为他想到周总理也是长期患病卧床，肯定很需要这个东西。转眼进入了1974年，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，手术的过程也变得频繁起来。当时几乎每隔40天就要进行一次手术。毛主席对周总理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，他要求秘书只要得到关于周总理病情的报告，就要念给自己听。那时候毛主席得了严重的白内障，所以读书看报对他来说都变得很困难，只能听别人念。顶着这样的身体条件去处理国家政务，对毛主席来说压力巨大。可纵然如此，他还是会抽出固定的时间来听取周总理的病情报告，而且关于报告里的每一个细节，他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。进入1974年下半年，毛主席的眼病越发严重了，甚至长时间地处在失明状态。医生不得不对毛主席提出与周总理同样的建议，那就是放下工作，尽快休养，否则情况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。毛主席考虑之后，便决定到南方住一阵子。可他还是放心不下病中的周总理，又反复叮嘱医院，即便自己在休养，关于总理的病情报告也不能断，如果有了什么好的治疗办法，一定要及时上报。1975年12月26日，这是毛主席的82岁生日。在此之前，一直躺在医院的周总理特意问华国锋，主席的病怎么样了？听到周总理这么问，华国锋心中酸楚异常。毛主席长期的卧床昏迷，清醒的日子越来越少了，几乎已经不能下地行走，就连吃饭都必须要别人喂了。可是这种状况，华国锋自然不敢和周总理明说，他只能强颜欢笑，对周总理说，主席刚刚大病初愈不久。听到毛主席的病好了，周总理一下子开心起来，他对华国锋说，那就好，你代我向主席问好，马上就是他82岁的生日了，我的身体是去不了，还请主席见谅。华国锋强忍着眼泪，跟周总理保证一定把话带到。周总理说的这句话没多久，就又陷入了昏迷。几次大手术终究没能帮助周总理战胜死神。从越来越糟糕的体检报告之中，毛主席也预感到自己的老朋友或许马上就要离开了。虽然反复地做了心理准备，可是当周总理的死讯真的传来，毛主席依旧很难接受。1976年1月8日，周总理与世长辞。在周总理离去的前一天晚上，毛主席好像心有所感，一整夜都没有睡着觉。到了这天上午，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满怀沉痛地告知了毛主席周总理逝世的消息。毛主席当时什么话都没有说，悲痛已经让他无法开口了，他只是强撑着精神，对工作人员点了点头，示意自己知道了。到了下午，周总理的讣告便送到了毛主席的办公室，毛主席要求工作人员必须读给他听。工作人员便强忍眼泪，一字一句地读：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，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，终年78岁。毛主席听完还是没有说话，他闭上眼睛，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随后大家便忙着为周总理操办后事。当时关于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一发出去，全国上下都震惊了，人们无法相信一生为国为民的好总理就这样离去了。普通人尚且如此，作为至交好友的毛主席心中有多悲痛，也就可以想象了。自从得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，毛主席的心情便一直很压抑。工作人员本想问毛主席要不要去出席追悼会，可又不知如何开口。按理说毛主席是一定要去的，可现在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却很难再支撑他出席如此场合了。要知道，为了保证国家政局稳定，
关于毛主席的病情一直都是个秘密。最后几年，由于毛主席病得实在太重，所以他也就很少再出现在公众视线之中。但若因为这样便不去，似乎又是个更大的遗憾，所以大家心中百般纠结。毛主席自己也并没有下定决心，一直到追悼会临近的时候，毛主席还是没有明确地说自己去还是不去。直到追悼会的前一天，医生前来为毛主席检查，说话困难的毛主席这一次破天荒地向医生表达了很多，他一直询问医生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。大家都明白，他这是要确认自己还能不能出席追悼会。可是医生很清楚，凭主席现在的身体，恐怕根本没有出席追悼会的可能。面对主席殷殷期盼的眼神，医生只能不断的沉默。看到医生这样的表现，毛主席心里也就明白了。他看了看屋里静默的工作人员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他举起手拍了拍自己的腿，十分痛苦地说：“我也走不动了。”就这样，毛主席没能出现在追悼会的现场。但其实，毛主席依然与众人一样，走完了追悼会的全程。追悼会开始的那天，天还没亮，毛主席就着急地要秘书打开收音机，然后不断地追问追悼会到底开始了没有。直到广播里传来声音，他才稍微安定了一些。因为毛主席没有到场，所以是由邓公来为周总理致上最后的悼词。毛主席一边听一边哭，眼泪怎么劝都止不住。在追悼会结束之后，毛主席还是无法控制悲伤的情绪，他不顾医生的劝阻，要大家举着书和报纸，要念书，要处理文件，哪怕视线已经模糊不清。大家知道他是太思念周总理了，所以只能尝试用工作来麻痹自己。然而悲伤的情绪是无法被任何东西掩盖的，毛主席始终没能从周总理去世的悲伤之中走出来。1976年9月9日，毛主席因病去世，病魔对于每一个人都同样残酷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革命成果延续了下来，他们的生命永远与中国的历史融为一体。